日前，缅甸成为了国际上关注的热点。进入2月的第一天，缅甸局势突变，该国军方扣押了国务资政昂山素季、总统温敏等人，随即接管国家，并宣布该国进入为期1年多的紧急状态。这些局势突变也牵动了不少西方国家的神经，其中美国最为积极，这也是美国一贯的作风。一直以来，只要世界上稍微发生点大事，美国都会第一个站出来，第一时间发声，而且听上去态度还极为强硬。美国似乎真的把自己当成主宰世界的霸主了。据悉，在一份声明中，美国政府强调了其对于缅甸民主的大力支持。美国呼吁缅甸军方遵守民主规则，并呼吁释放被拘留者。同时还指出，如果缅甸军方不照做的话，美国将采取相应的行动。至于采取何种行动，美国方面并未做出相关的阐述。那么我们不妨来猜一猜，美国可能会采取哪几种行动？首先一定是制裁。有数据统计资料显示，自2017年以来，美国已经实施了超过3900项制裁措施，相当于每天要挥舞3次制裁大棒。但是这些制裁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在经济上，缅甸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并不紧密，因此美国就算采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对于缅甸的真正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其二，有可能是直接的军事行动。依照美国目前的国内局势来看，直接出兵似乎并不太可能。一方面是直接出兵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二是美国国内已经是内忧外患，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军事干预缅甸，因此最有可能的军事行动应该是出动一些军机军舰去到缅甸周边吓唬吓唬他们。这2种行为或许是美国最有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随后美媒对于美国所可能采取的这样的行动并不满意，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美国打算采取适当行动，但与中国相比，美国的手段很有限。那么中国在缅甸的问题上可以采取哪些比美国更有利的措施呢？首先也必然是在经济上，中国相比美国而言，在缅甸有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贸易和能源项目。以美国为代表的外界分析人士也纷纷看好中国，认为中国方面希望在缅甸问题上保持务实的态度，以确保缅甸的稳定。局势动荡并不是中国所希望看到的。最后，美国方面还罕见地说出了一句大实话，称中国有更多的牌可以打。而就新一任美国政府而言，我认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美国的民主信誉很差。连日来，我国周边海域局势再度紧张起来，而罪魁祸首就是美军。1月29日，美国海军公开承认，在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我国南部海域巡航时，遭到了中国轰炸机编队的模拟攻击。但是令人气愤的是，尽管中国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对于美军这一挑衅行为的态度，但是美军似乎并未能完全接收到这一信号。日前，美国再一次做出挑拨局势紧张的举动。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称，由4架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组成的特遣部队已于日前抵达了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这是美国空军正在进行的向全球转移部署战略资产的能力演示的一部分。美国空军对此包装成特遣部队任务，有助于维护全球稳定和安全，同时使部队能够熟悉在不同地区的行动。不过谁都知道美国安的是什么心，从一开始的航母战斗群到现在部署的轰炸机，无一不是向中国示威。而且从部署地点来看，其针对中国的意味那就更加浓厚。我们知道，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是美军3位一体核战略打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武器库。这一军事基地的作用绝对不能小看。美军曾直言，一旦在亚太地区发生战事，美军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到达战场。因此，轰炸机部署关岛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让人注意的是，相比于 B-52部署关岛，美国人接下来的一举动更为刻意。美媒对于该次部署特意强调，称关岛位于菲律宾海的东部边缘，很容易就进入我国南部海域。可见，尽管美国空军对于该次部署行动只字未提中国，但是从美媒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对抗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对于美媒如此明目张胆的挑衅，我国网友也丝毫没有示弱。有网友接话称，应该还有下一句，出去没可能。近年来，随着我国军事技术的发展，对于美军的一些战略利器，我们也已经有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如对美军的航母，我国有了一系列号称航母杀手的东风快递，其对于美军航母而言，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威慑。而对于美军的 B-52，中国也有相应的反制措施。一方面，基于中国先进的雷达技术，在 B-52靠近我国的南部海域时，就可以及早发现，发现之后可以派出战斗机做准备。与此同时，还可以借鉴伊朗对付无人机的经验，通过电子战系统干扰 B-52的电子信号，从而让 B-52战略轰炸机迫降。当然，
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打下来。不过，直接击落应该是在美军挑衅行为已经触碰到我国的底线时采取的举动。可以说，无论是干扰驱离还是直接击落，中国都有方法让美国 B-52轰炸机有来无回出不去。美国说的容易进入又有何妨？作为五常之一，中国的核力量的发展备受国外研究机构的关注。与中国大方展示自己的常规武力相比，中国对自己的核力量可谓讳莫如深。除了在阅兵仪式上展示部分核打击力量外，中国几乎很少公开谈及核武信息。但中国在强大经济的支撑下获得了惊人的常规军力，这使得中国政府有自信打赢未来的常规战争，而不愿轻易动用核武。自2019年以来，外界认为中国已经3次试射最先进的巨浪3洲际潜射弹道导弹，但中国至今未正式透露只字片语。据南华早报报道，巨浪3或许在2025年彻底与解放军下一代核潜艇整合，但中方连研发这款导弹的信息都还没有正式加以证实。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报告指出，巨浪3仍是非常大的威胁，因为它是少数射程能够达到美国本土的导弹之一。得益于独一无二的本土环境，历史上能威胁美国本土的只有俄罗斯的洲际导弹、洲际轰炸机和战略核潜艇。但俄罗斯很多兵器是可以通过北极区接近美国的，而远东地区距离美国本土也很近，中国则没有这个条件，而且中国面临着岛链附近强大的美日联合反潜网的威胁。巨浪3将赋予中国海军可靠的核威慑力以及对敌的2次核打击能力。巨浪3能够携带多枚弹头，而射程则超过1万公里。美国空军国家航太情报中心在1月的弹道与巡航导弹威胁报告中归纳出这一结论。报告中说，中国正在研制并测试攻击型导弹，同时也在升级旧式导弹。报告强调，未来5年内能威胁美国的中国导弹可能从原本的16枚增为远超过100枚。而解放军目前最强的就是威力和巨浪3不相上下的东风41陆基弹道导弹。不过，就算巨浪3的射程增加，解放军的核潜艇也没办法从南海直接攻击美国大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核潜艇需要从靠近日韩的渤海湾发射导弹。虽然导弹不至于在上升段就被拦截，但在飞越日本上空时，容易被日美的雷达等探测器探测到，从而提高美国本土的反应能力。如果中国建立强大的核潜艇编队，在航母的掩护下冲出岛链，则会消失在美军的视线中，在广大的西太海域攻击美军的基地和西海岸，这就大大提高了美军的防御成本和作战风险。他指出，解放军常规军力与核战力搭配，提高了美国与中方爆发任何冲突的风险与成本。中国2种战力的建设目标都在于说服美国不值得为这里交战冒险，让中国得以在不用和美国开战的状况下赢得与台湾等地区的对抗。